上海在江苏盐城的一块飞地，当地人持上海宝山区户口，享受上海福利待遇。大家好，我是王秋挂，我现在在江苏盐城大丰。那么也是过来看一下这边以前的3个上海农场，这里以前也是生活着很多的上海知青。在江苏盐城有个地方它地理位置属于江苏，但却由上海管辖。当地很多居民享有上海户口和福利待遇，子女则可以参加上海中考和高考。而且这块地方还是上海几个飞地里面面积最大的，比什么安徽白毛岭君天湖都要大。它呢就是江苏盐城的大丰农场。那么大丰农场呢共分为3个农场，分别是上海农场、海丰农场和川东农场。说起这里的历史就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了。当时上海百废待兴，整座城市呢比较混乱，500万的人口却有300多万人失业，马路上随处可见无业人员和流浪儿童，因此呢，上海急需建立一个大型基地来安置这些人群。那最终呢，在盐城大丰县以四岔河为中心的20万亩荒地成为了上海的选择。3个农场随即建造完成，最多时这里共生活着上海知青8万人。那当然除了知青、流浪的，还有无业游民，这边呢也关押过很多上海过去的劳教人员。好的，朋友们，现在又来到了大丰知青农场这边也是一个纪念馆，门票是40多块钱。那这个景点的话，如果大家来到盐城大丰，千万不要不舍得这45块钱进来看一看，还是蛮有意思的。这里也是高度还原了当年50、60年代、60、70年代这个上海知青农场的一个景象。当然当时的那些茅草屋可能比这个房子还要再低一点。这个是当年的一个卫生所，哇塞，有种穿越的感觉这个应该是以前知青们受教育和上课的地方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男生宿舍的地方。哎呦，这个环境看上去蛮艰苦的嘛，有点像睡在东北的那种炕上面嘛。你看没有隔间的，大家都睡在一起。不过睡在一起也蛮好可以互相培养感情。现在来到了女生宿舍，如果放在当年的话，像我们这种男生应该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吧？看着好像没有男生宿舍这么粗糙好了，外面参观好了，我们再到内馆来看看当年这些知青是怎么来到大丰的。这些呢是当年上海知青带到大丰的具有上海特色的物品。现在看看好像蛮土的，但是在当年应该是比较流行的然后我们看这个插秧是当年知青们的主要劳动之一。这里介绍的是知青们吃的食堂当时的食堂饭菜比较单调，基本都以素菜为主。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当时菜的模型。哎呀，现在看看吃这些食物不要太养生关于知青办婚礼，知青在农场的时候一般是不被允许结婚的。如果要结婚呢，在农场只能领证，你还得回到上海才能办婚礼。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再去看一下现在那些上海知青以及他们子女生活的地方。这房子有点像我们上海那种50、60年代那种小区那种房子是吧？你看上面这个奇形怪状的高出来一块不知道什么东西像以前上海老弄堂的那种房子这边有个小花园，看一下也是比较的简陋一点。这边这个小区呢叫做加工厂小区，这里的房子比前面那个小区的房子还要更老一些。好的，朋友们，那么这个视频呢作为序章后续视频呢我会采访几位定居在这边的上海知青各位敬请期待。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大家再会。